颈椎病现在很常见，长时间坐电脑前面、低头玩手机都会引发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的情况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发展成颈椎病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打通堵塞，让颈椎更健康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手向上举起来，右脚踩实地面，左脚向后迈一小步，踮起脚尖，然后用双手手臂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右侧弯曲，弯到最大限度，坚持5秒，起身还原，再做相反的方向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腰部两侧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打通颈椎气血堵塞，不仅可以缓解颈椎疼痛，对放松全身也有帮助哦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练练。俗话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身体有疼痛的地方就可能是淤堵了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建议大家还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畅通气血，对身体健康也有益处哦。现在是秋季了，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我们的肺部就很容易受到伤害。那该怎么养肺呢？不妨常下面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清肺化痰的功效。第一种，百合花。说到百合花，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它长得非常好看。其实百合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是很好的清肺补气的食物。肺部不好的可以用百合花泡水喝，能够滋润我们的肺部，有润肺止咳的作用，能够帮肺部做个大扫除。第二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相信有些人不太熟悉，罗汉果又叫金不换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以及多种维生素。肺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罗汉果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清肺化痰的作用。平时比较容易上火、喉咙痛的人都可以用罗汉果。好的人早上起床后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多留心。第一种表现，浑身乏力，没有精神。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调整，早上起来应该是精神充沛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没有精神，就可能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肝血不足会影响肝脏的健康。第二种表现，尿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但如果早上起床后尿液是深黄色，排除是上火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因为肝脏不好，胆红素的代谢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进入血液增多，尿液颜色就会发黄。肝脏不好的人可以多用一种水果皮泡水喝，那这种皮就是柚子皮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将5到10克的柚子皮用沸水冲泡，等到水温适宜了再进行饮用即可。柚子皮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润肺清肠、疏肝降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的人会有2个现象出现，一个动作帮你降肝火、排肝毒。肝火旺盛主要是由于生活不规律、心情积郁导致的。那一般肝火旺的人，身体会出现2个变化。变化1，食欲变差。如果肝火旺盛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脾胃功能，这时就会出现食欲变差的情况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不要忽略肝脏的健康。变化2，失眠多梦。如果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，还时常做梦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火旺盛了。那肝火旺盛的人，平时可以多做一个动作，对降肝火、排肝毒有很好的效果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推两肋。在我们的两肋有肝经经过，经常对两肋进行推搓，有助肝经的气血运行，有很好的疏肝气、降肝火、排肝毒的功效。那按摩时将2手放在左右胸部，然后来回的推搓30下就行。除此之外，想要降肝火，还要保持心情好，多吃蔬菜和水果，这样有利于生活中常见的。如果肝火旺盛，要从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作息进行调理。那对于下面这3种水果，最好就不要吃了。第一种，菠萝。菠萝味道香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菠萝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很多糖分、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，经常吃对身体有益。但是肝火旺盛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菠萝属于温性水果，会加重上火的现象。第二种，榴莲。榴莲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榴莲含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，
而且它是一种大补的食物。对于肝火旺盛的人来说，榴莲属于温性水果，如果经常吃，也会加重火气，让肝火降不下去。第3种，桂圆。桂圆吃起来很甜，但是它和榴莲和菠萝一样，也属于温性水果，也是不适合肝火旺盛的人吃的。所以碰到这种水果也要闭上嘴。肝血是指肝脏所藏的血液，具有滋养肝脏的功能。如果肝血不足，身体就会有一些表现。第一，失眠多梦。当肝血不足时，就会出现失眠多梦的问题，尤其是女性朋友。除此之外，还容易在半夜惊醒。第二，视力下降模糊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脏出现异常，就会出现视力下降、看东西模糊的情况。第三，舌苔发白。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舌头，肝血不足的人，舌质的颜色会发浅，会有舌苔发白的情况。那肝血不足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每天做2个动作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将右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右侧肋骨边缘开始往大腿敲打，敲打50下，再将左手放在右手上面，然后慢慢的往下推，也是50下。因为我们的右侧肋下是肝经所在的地方，这样按摩可以疏通肝经，有助调节肝脏气血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站立，用右手用力的拍打右侧胸口上方，慢慢的向左侧移动拍打，拍打50下，然后再用双手在这里横向的摩擦，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调节气血，有很好的养肝作用。肝脏有很强大的排毒和解毒功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。如果肝脏不好，平时呢一定要注意饮食，记住少吃3种食物，肝脏或许会越来越好。腌制类食物。腌制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盐分，如果经常吃会加重肝脏负担，不利于肝脏健康，所以肝脏不好的朋友最好不要吃腌制类食物。油腻的食物，肝脏不好的油腻食物也要少吃，因为吃得太油腻也会加重肝脏负担，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肝脏。含蛋白高的食物。蛋白质本身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对于肝脏功能受损的人，建议少吃高蛋白食物，也会给肝脏加重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除了少吃3种食物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1种，绿叶蔬菜。绿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，比如菠菜、芹菜等。第2种，含有维生素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水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比如苹果、荔枝等。经常吃这类食物对肝脏也有养护作用哦，是一个哑巴器官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疼痛的。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身上一些异常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健康。1、眼睛发痒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眼睛也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。若是眼睛经常干涩、发痒，甚至有疲惫、肿胀的感觉，就可能是肝脏发出的信号了，需要及时检查，好好的保养肝脏了。2、皮肤发痒。平时如果不注意个人卫生，或者是出现过敏症状时，皮肤可能会发痒。但如果排除这种情况，皮肤出现瘙痒，同时还伴有明显变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因为肝脏出现问题会影响排毒和解毒功能，如果体内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，就会堆积在体内，这样皮肤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上面这2处发痒，如果你一个都不占，那真替你开心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。当胃痛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，但是没有人会说肝疼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身上的一些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脚底干燥脱皮。我们的皮肤和内分泌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这样脚底皮肤就容易出现干燥、脱皮甚至干裂的情况。脚底皮肤发黄。正常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脚底皮肤变黄，就可能是肝功能异常，导致胆红素偏高，所以脚底出现发黄情况。脚底纹路变多。肝脏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就会影响排毒，血液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
而我们的双脚距离心脏呢比较远，若是脚底纹路变多了，就可能呢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